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的更新公告来了，会在5月25号前后更新决胜巅峰。首先第一个部分更新内容有奥林匹亚之巅的优化，有开放新的模式、标准匹配跟组队排位，就是之前玩家有提过的想要选择队友一起去打，但是开放的时间改变了，原本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3天时间，现在变成星期六跟星期日。赛区调整，现在处于 KVK 3的王国被划分为奥德赛赛区，在之前有提过 KVK 3之后也是可以用征服赛季的统帅了，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官方把他们区分开了。但是新版本的奥林匹亚之巅阵型争议是会生效的，那我觉得其实阵型生效的话也不用打那么多了，因为有些大佬他们的阵型是已经完整了，军器几乎都是已经搞定了，所以这个也算是属于大佬之间的游戏。除非你真的是拿旗帜而已，带了一些跑速的阵型加跑速的军器，一直去拿旗帜，这样子才有可能会赢。可是遇到敌人的时候你就死翘翘了。活跃度调整，大幅降低活跃度奖励领取的要求，并调整了对应奖励。其实我真的觉得啦，奥林匹亚之巅呢是比较浪费时间的一个活动，而且还会玩到你火冒三丈这就要看官方它调整多少，如果调整到更容易拿到的话当然会更好。相信官方自己也有后台数据，看到到底有多少玩家去玩奥林匹亚之巅，会投入多少的时间在奥林匹亚之巅。就算现在玩的时间没有像以前那么久了，但是要拿完全部奖励了，至少要花1个小时左右。假设可以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拿到所有奖励的话，当然会有更多人去玩。但是官方这里也有讲了调整对应奖励，所以有可能奖励方面呢也是会做更改，所以各位还是期望不要这么高。接着匹配优化，那你是长时间有玩万国觉醒的玩家应该都知道呢，官方所谓的匹配优化一直以来呢都不是很好的优化有可能优化了就等于好像没有优化这样子，反而匹配的更烂，所以这点各位也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还有调整了技能，但是这5个技能官方调整了什么东西，这里没有明确的说出来，我们只能等到之后才知道。上面有说到增加新的玩法模式嘛，那我们看一下组队排位模式。这个模式有要求人数必须要5个玩家才可以组队成功，进行排位挑战。限时开启，此模式仅在赛季开启时周末限时开放。这里所说的赛季呢，应该是奥林匹亚之巅的赛季，不是征服赛季的那个赛季啦。星级获取，每周前3次胜利可额外获得1颗星，但3连胜不再额外获取星级。赛季挑战，新增赛季挑战任务，取消了代币和商店系统啊，没有这个东西啊。未使用的代币将会后续进行回收。奥林匹亚之巅的代币我好像完全没有用过应该是说我好像很久没有打奥林匹亚之巅了。段位表现，调整了各段位名称，优化了段位美术表现，保留了赛季间段位继承规则，差不多是这样吧。它很多东西都没有写到非常详细。其实我觉得奥林匹亚之巅不管怎样改都好，不玩的人就是不会去玩的。它对我来说的吸引力真的没有非常大，那当然这个还是取决在于官方给的奖励到底有多少啦还有游戏难度跟消耗时间，我认为与其官方改成这样子，为什么官方不要出成另外一个模式？如果你没有这些统帅的话，你可以通过奥林匹亚之巅去试用这些统帅。你们有发现到吗？万国觉醒已经出了这么多年了，它从来没有一个系统是让我们去试用某一些统帅。假设奥林匹亚之巅改成像王者荣耀那样子，可以去试用某一些统帅，可能有限制次数还是怎样啦。我认为这样子改之后，奥林匹亚之巅才有吸引力让玩家去玩奥林匹亚之巅。而且有这个试用模式的话，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不确定要不要去玩这个统帅，用了之后觉得还不错的话，可能去觉醒呢。这个想法也是一个国服主播给我的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想法还蛮不错的，或许官方可以考虑一下。再来，失落之地的调整优化，新增赛季回顾系统。剧本结束之后，执政官可通过此功能回顾自己在此赛季中的征战记录。我觉得这个更新不错哦。虽然我还不清楚这个东西呢到底是怎样的，那假设说这个征战记录有写到你击杀多少、阵亡多少、出战胜率、失败全部都有记录的话，我觉得可以很方便官员阿斯们之后去做记录。如果有包含日期的话，当然会更好。这部分之前观众有跟我反馈过，假设官方真的是更新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更新算是不错的。那我对于这个其实还蛮期待的。接下来第2个，征服赛季剧本尼罗河之王优化。那我本人是有玩过尼罗河啦，这点我可以做一下批评。组队系统调整，王国队伍数量设置 A、B 等级6个王国可组成1支队伍，原为4个王国。
原本是2个 A 2个 B 组成一个队伍的嘛，或许官方觉得人数太少，所以就变成6个，但是 CD 组就变成9个，原本是有6个王国的，如果是分成9个的话要怎么样分呢？之前6个的时候是3个 C 3个 D， 分成9个我真的是不太了解，有可能一个地区有3个王国也说不定。失落之地调整，改了部分行省的面积还有关卡位置，扩大了交战地的行省面积，因为我之前有讲过我们打 KVK 尼罗河之王的时候不到10分钟就封门口了就它地图太小，所以很快就打完。同时在皇庭行省赫利奥波利斯区域开放前，部分关卡将进入完全开放状态。这样子有的玩咯，尼罗河应该不会这么无聊了。不过这里也是没有写的非常详细，他写部分关卡，我又不清楚是哪一个关卡。如果我知道哪个关卡的话，我还可以做一下推测之类的。然后编年史调整了时间，战斗节奏会更加紧凑。第3点，征服赛季剧本奥尔良之围的优化。不过这里优化是优化地图、图标、建筑表现，还有优化剧本主界面。第4点，兵无常势的优化，调整了联盟要塞限制规则，在非初始行省中建造要塞必须和圣地或关卡所属的区域接壤，也就是说兵无常势没有限制丢要塞了吗？可是兵无常势的特点就是在不丢要塞啊，就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打完 KVK。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满意这一点啊，因为你如果真的要丢要塞的话，你大不了可以去报名奥尔良之围啊、八方逐鹿啊、英雄战歌等等。我就是想要打快一点，不想要去打要塞，所以才选择这个地图啊。它这个东西拔除掉的话，这样这个地图就没有这个特色了，只剩下副将装备的特色而已。那我觉得有些玩家确实是想要要塞回来啦，可能比较多人想要丢要塞，所以官方就改了这个规则。那各位觉得怎么样呢？第5点也是大家等很久了，征服赛季商店更新了皮肤圣伯多绿大殿。那之前我有透露过，有很大可能官方会增加步兵皮肤在商店里面。虽然我还没有收到任何的情报，这个到底是不是步兵皮肤，我觉得步兵玩家你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希望它的整理不要太烂就好了再来，征服者和力战者酒馆新增了争锋者酒馆，又来多一个东西。争锋者酒馆将会对所有执政官开放，获得征服者或力战者奖励名额的执政官，其对应的争锋酒馆将升级为征服者或力战者酒馆，并且调整了持续开放的时间。酒馆活动将于每赛季失落之地开启，开放时间持续3天。可是第一次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是没有这个酒馆的啊，这样有一点可怜的。K3 的玩家结束之后，其实这个酒馆在之前官方改了规则之后，是你选择那个统帅开出来是肯定可以拿到那个统帅的。假设 K3 结束第一次进入征服赛季的王国， KVK 结束之后没有这个酒馆，损失确实会比较大一点。第4点， PC 版本优化，修复了显示模式切换问题，可以正确修改全屏和窗口大小了。最后其他优化还有调整。第1点就是图特摩斯的技能，之前我有提过了，他的觉醒技能增加了工兵受到步兵伤害降低 5%。 第2点， 埃及之战匹配优化，更新后会将报名人员的击杀积分纳入综合排名的计算，优化了综合排名的计算方式，以提升匹配的公平性，仅在联盟报名所处的王国历史时间内进行匹配。这点在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有提过的。流神古卷奖励调整，正要进入 KVK 3的王国会增加传说品质的采集装备图纸，先祖遗珍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了。优化了游历中跳过功能的交互显示，其实游历功能有的跳过很久了，但有些玩家还是不清楚。其实游历呢，它出现一些动画，你要等差不多3到5秒左右，它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返回键，可能是太多玩家发现不到这个功能，所以官方又在优化。最后优化了装备阵型、文物、城市皮肤带来的图标争议，争议图标应该是指 VIP 下面的那一排吧。那么以上就是官方的更新公告内容啊，不过官方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写的特别详细，所以也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解读。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